除了地球之外，宇宙中还有没有其他星球还存在着生命？这个问题放到21世纪的今天，虽然仍有争议，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今天就来盘点10大地外生命的有力证据。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点订阅，你的喜欢是我最大的动力。火星生命之旅。197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双子星火星着陆器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实验，将火星土壤与放射性碳标记的营养物质混合，然后检测是否产生放射性甲烷气体。结果显示，火星土壤竟然产生了放射性甲烷，这引发了人们对火星存在生命的猜测。虽然当时的其他实验没有发现生命的证据，但主导该实验的科学家吉尔伯特·列文以及其他一些后来重新分析数据的科学家仍然坚持这个发现。列文甚至呼吁应有一个客观的小组重新审查双子星火星着陆器的数据。随着对火星环境更深入的了解，科学界的共识正在转向火星存在微生物生命的可能性。220百万光年外的蛙。1977年8月，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射电望远镜捕捉到了来自人马座方向的一种不寻常的辐射脉冲，这个长达37秒的信号令人震惊，以至于监测数据的天文学家在望远镜的打印输出上写下了蛙这个词。这个信号位于被国际上禁止在地球上进行传输的无线电频率范围内，而且空间的自然辐射源通常覆盖更宽的频率范围。由于最近的那颗星距离我们有220百万光年，那么要么是一场大规模的天文事件，要么就是拥有非常强大发射器的智慧生命创造了它。这个信号仍然是个谜，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人们对蛙信号的起源仍然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这个信号都为寻找的外生命提供了可能性。也许我们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存在。陨石中的微生物。199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在一块从火星上掉落的陨石中发现了类似化石的微生物。这块可能在碰撞中从火星表面弹射出来的陨石，在太空中漂浮了大约1500万年，最后坠落到南极，于1984年被发现。细致的分析显示，这块岩石包含有机分子和微小的磁铁矿粒子，这些在地球的细菌中有时能找到。在电子显微镜下，研究人员还声称发现了纳米细菌的迹象。科学家们对外星陨石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始终持开放态度。事实上，据称许多地外星球的环境条件允许地球上的微生物存活，包括严酷的辐射、低压和极寒的温度。此外，某些科学家认为，外星陨石上发现的有机分子和地球微生物产生的甲烷等证据可能表明火星上存在生命。德雷克方程。2001年，与德雷克方程相关的更严格的计算结果表明，我们的银河系可能包含数十万个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1961年，美国射电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开发了一个方程式，以帮助估计银河系中有多少行星拥有智能生命，并有能力与我们进行交流。德雷克方程将7个因素相乘，包括类似我们的太阳的恒星的形成率、类似地球的行星的比例，以及其中生命发展的比例等。尽管这些数字存在广泛的争议，但德雷克本人估计，银河系中能够进行交流的文明数量约为1万个。2001年，使用新的数据和理论对银河系中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数量进行了更严格的估计，结果为数十万。研究人员首次估计了可能存在在恒星周围适宜生命居住区的行星数量，这是水为液态、光合作用可能发生的区域。结果表明，类似地球并有生命存在的行星可能离我们仅有几百光年的距离。红色欧罗巴。在2001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人员提出，木星的卫星欧罗巴的红色色调可能源于被冻结的微生物碎片，虽然其表面主要是冰，但数据显示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反射红外辐射。
这暗示着一些物质可能是美颜再将其结合在一起，但是还没有人能找到正确的化合物组合来解释这些数据。引人入胜的是，一些在极端条件下生存的地球细菌的红外光谱与美颜一样符合数据。再者，有些细菌的颜色是红色和棕色，这也许可以解释欧罗巴的红润色泽。尽管细菌可能难以在欧罗巴稀薄的大气和-170摄氏度的表面温度中生存，但它们可能在较温暖的液态内部存活。地质活动可能会定期将它们喷出，然后在表面上快速冷冻。6. 火星上的来客。2002年，俄罗斯的天体生物学家声称一种超级耐辐射的微生物可能是在火星上演化而来的。这种微生物可以承受高达几千倍会杀死人类的辐射剂量。科学家用足够的辐射剂量照射这种细菌群体，使其 99.9% 的生物死亡，然后让幸存者重新繁殖，之后重复此过程。44轮实验后，这种微生物承受的辐射剂量已经是最初的50倍。他们计算出要经过数万次这样的循环，才能使普通微生物大肠杆菌具有与该火星微生物一样的抗辐射能力。而在地球上，遇到每次辐射剂量需要在100万到1亿年之间，因此科学家认为在地球上生命38亿年的历史中，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出这样的抗辐射能力。相比之下，火星表面没有受到密集大气层的保护，被大量辐射轰炸，这些微生物在几十万年内就可能接受到相同的辐射剂量。研究人员认为，火星微生物的祖先可能是被小行星从火星上弹射出来，然后乘坐陨石落到地球上的。7. 金星的生命。2002年，德克萨斯大学的天体生物学家们发表了一项震撼科学界的声明。在审了先驱者和麦哲伦探测器的数据后，他们发现金星的大气中存在一些与生命相关的化学异常。这些异常最有可能的解释是金星云层中存在微生物。最神秘的发现是存在碳同流。在地球上，这种物质只能由微生物或催化剂产生，而非任何已知的无机过程。研究人员提出，微生物可能生活在金星的大气中。虽然金星炙热，酸性的表面对生命可能是残酷的，但在大气层上50公里的地方，条件更加适合生命。那里湿度适中，温度为70摄氏度，压力与地球相似。这一发现无疑给我们寻找的外生命的旅程中增加了新的可能性。8. 硫和微生物。2003年，意大利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木星的欧罗巴卫星上的硫痕迹可能是地下细菌群落的产物，这可能是地外生命的迹象。这些化合物最初是由伽利略空间探测器探测到的，同时还发现了卫星冰壳下存在火山加热的海洋的证据。硫的迹象看起来与细菌的废物产物相似，这些废物在地球南极湖泊的表面冰中也被发现。考虑到细菌在地球的地下水中存活，研究人员提出，类似的细菌可能也在欧罗巴卫星表面下繁衍。9. 火星上的甲醛。2004年，3个独立团队分别使用地球上的望远镜和欧洲航天局的火星快车号轨道探测器，发现了火星大气中存在甲烷的证据。虽然甲烷也可能由火山活动、地下冻存物的解冻或彗星撞击产生，然而这种甲烷的生成必须是近期的，因为在火星上，这种气体会迅速被破坏或逃逸到太空中。2005年1月，一位欧洲航天局的科学家宣布他发现了甲醛的证据，这是甲烷氧化的产物。如果这一发现得到证实，因为需要大约每年250万吨的甲烷来生成假设存在的甲醛的数量，那么对于微生物存在的证据将更为清晰。10. 神秘的信号。2003年，寻找的外文明项目的天文学家在波多黎各使用大型望远镜重新审查了200个曾产生无法解释的无线电信号的天空区域，除了一个信号变得更强之外，其他信号都已经消失了。这个变强的信号被广泛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的地外生命，这是来自于双鱼座和白羊座之间的一个地方。
那里没有明显的恒星或行星，而且信号源发出了希望被注意到的频率。虽然仍然存在其他的解释，但这个信号的存在无疑增加了我们寻找的外生命的希望。浩瀚宇宙中，究竟还有谁和我们相伴？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欢迎订阅。你的喜欢是我最大的动力。